术人员 Ron。今天会做这集深夜聊聊的主要原因是，最近在整理信箱的时候，在垃圾信件里发现了这封信。那不知道为什么它被分类到垃圾信件内。寄信的时间点大约在7月初左右，也就是我分享求职方法的影片的时候。那距离那幅影片发布应该已经过了快3个月，先说声抱歉，不好意思现在才看到。那我想这封信件应该是可以拿出来做分享跟讨论的，应该有蛮多人有类似的状况，包含我自己周遭也遇过很多类似的案例。不过在开始念之前，先让我宣传一下，我的频道目前有开设 DC 群，如果想要讨论东西或是问问题的话，都可以在 DC 群内问我。如果不清楚该怎么问，或是比较个人隐私的问题的话，可以私讯给我，但是 email 的话可能比较不方便做这类型的回答。好了，回到信件的内容上，我想先念一下原文。以下是这封信的原文。技术人员前辈你好，我是一名社畜，目前在这间公司已经待了3年，括号公司也是开发游戏的，括号完了，但薪资一直都没有涨过。最近去找老板提加薪，但老板拿出过往3年的绩效跟我说，我的绩效3年内都是负的，在没有打平之前都不会调整薪水。这边还有试算劳健保的成本给我看，我就感觉做这行没有前途了。薪水虽然都有按时发，但都只是靠老板接外包案的收入，感觉公司很不稳定，快倒的样子。跟朋友讨论之后，也觉得这间公司不好，劝我换一间。但我也怕，因为在这边没有学到的东西，所以找不到下一间公司，所以想来私讯问一下，这间公司还要不要继续待？不知道技术人员前辈有什么建议呢？感谢您。OK， 首先感谢你的来信询问，但我必须先坦白讲，我作为一个游戏开发者跟公司营运的老板，跟有在接外包案的开发商来说，信中提到的几个点完全踩到我个人的雷点，信中描述的其实跟我遇到很多案例都非常的类似。简单讲，我认为他们都陷入一种负向的思考逻辑，我称之为打工思维。那什么是打工思维呢？这必须要跟一个相反的概念一起说明，那就是公司思维。公司思维跟打工思维最核心的差别就是，打工思维思考的是我的时间可以换多少钱，而公司思维是我可以创造多少价值，我就可以获得多少钱。这概念很重要，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。你可能现在看不懂，但是未来的某天你可能会想起来，忽然就懂了。但也有可能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会懂。好了，那回到信件的部分，其实内容中有些问题都很片面。就以我咨商过的经验来说，这种职场的提问，很多人描述时其实都隐藏了对自己不利的细节。所以我原本有回信询问，但等了2个礼拜都没有收到回信。我想本人自己应该也忘记了，所以我就干脆用这个信件当作案例来分享一下我的看法。首先我想根据整体信件的内容，作者最核心的诉求其实只有一个，就是对现状的不满，是否要离职这点。那造成不满的原因其实有3个，第一个薪资没有成长，第2个公司不稳定，第3个你没有学到东西。那先讲作者觉得公司不稳定这一点，首先先排除公司有欠薪或违反劳基法的事情，假如有的话，后面就不用看，换一间公司比较好。但根据信件的描述，至少薪资跟待遇这块是有符合劳基法的，不然也不会做3年之后才冒出要离职的想法。那所以我先排除掉公司的问题。那另外会做3年，就表示初期的时间，你觉得这个工作内容跟薪资是符合的，而且工作内容应该也是你自己选的。那为什么3年后你会觉得公司不稳定没前途？是因为老板都接外包案吗？还是有其他原因？那我们就以这段话来思考。最近去找老板提加薪，但老板拿出过往3年的绩效，说我的绩效3年内都是负的，在没有打平之前都不会调整薪水。这边看起来公司是有做绩效跟考核的，而你被点出绩效考核差之后，反而觉得是做这行没有前途，这其实蛮吊诡的。应该会根据考核的内容提出自己有做到哪些事情来据理力争。所以这样反向思考的话，就表示老板提出考核的部分是有根据的，也就是代表你3年来确实没有达到绩效。那另一个让我肯定这点的原因是，你提到老板是接外包来养活公司的，你会用这个角度来说明，就表示你没有参与在外包案内。如果有的话，你应该会说我在这专案内担任什么样重要的角色，独立负责什么专案，用这些案例来据理力争。但你都没有这样说，所以从这一大段的描述看下来，我只感觉到你唯一的着力点只有我在公司待了3年，我应该被加薪，就这样子没了。那这其实也是打工思维中一种很常见的思考误区。我有做事，而且我做了很多事，那我应该有奖励才对啊。但事实不是这样的，根据要求把事情做好，这才是基本。而且甚至有些工作给的容许值比较高，给一个相对比较低的要求，比如说最少不能低于这样的要求，
但很多人一听到最低要求就只做到最低等级。那你要这样做也没有错，因为规则是允许的，你确实有达到最低的标准。但你要考虑到时代跟科技还有公司的状况是不断进步在往前的，随着时间推移，低标也是会持续往上涨的。那如果你没有继续往上做到该做的事情，那就是等着被淘汰。再来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，如果你只是做到最低的标准的话，那你其实更不该去奢求或能被加薪。好，接着回到你说公司不稳定的这一点，那你有没有反过来想，老板接外包案可以养活你甚至整个团队超过3年，那其实反而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。据我所知，80%以上的小型独立游戏公司很多都没有固定且稳定的薪资，更别提什么劳健保了。通常都是几个人为爱发电，然后很多团队做了1-2年之后，要么就吵架拆伙回去上班，要么就直接收掉。所以你能拿到稳定的薪资这点，我想基本上都是靠老板跟核心团队去做案子才有的。所以你说公司不稳定这点，我觉得并不成立。起码你至少拿了3年稳定的薪资，反而你没有拿到绩效，但还是拿到正常薪资，这点来讲，你才是拖后腿增加负重的那个人。OK， 接着你说没有学到东西这一点，这也是打工心态常有的想法，总觉得别人应该要教你东西，觉得你不教我我怎么会？但你要知道，公司跟学校最大的差别是什么？学校你学东西是要交学费的，所以老师跟教授会对你比较客气。但公司是请你来工作的，付你薪水，还要贴钱请资深员工或主管花时间带你，这些成本都是由公司先带垫的。所以通常有人带1-2次开头或给资料后，剩下就是你要自己去学，不要觉得公司还要派一个人带着你之类的。学东西那是你本来就应该要自己去找资料去问的。所以你说学不到东西，你根本没有主动去学习或询问过，都是被动等着别人来告诉你该怎么做。最后针对信件内容，我另外提2个我觉得最有问题的2句话。第一个就是你提到跟朋友讨论后也觉得公司不好，劝我离职。这其实透露出一个问题，你没有自己的主见，甚至我感觉你写信来问我的时候，也是带着已经有答案，想要找人帮你背书的想法。但你要知道，不管是家人、朋友，甚至是男女朋友，都没有办法替你的人生负责。他们可能给你一句话就劝你离职，但当你真的离职找不到工作，空窗好几个月的时候，他们会养你吗？他们会给你工作吗？不会吧。这边我就举一个我个人真实的案例，在我还是员工时期，总是可以听到同事之间的八卦。故事是这样的，小 A 跟小 B 2个人是关系很好的同事，小 A 整天就在抱怨公司的各种东西，但小 B 比较属于默默做事、缺乏主见的那个类型。但是公司工作是有比较忙碌的时期，当小 B 工作比较多的时候，小 A 就会一边抱怨公司一边拱火，到最后小 B 也开始对公司产生不满。直到有一天，因为一些事情的原因，小 A 被公司面谈，他自己就很不爽，于是他到处拱火，找人一起离职，打算给公司一点颜色瞧瞧。但同部门的其他人都不太理他，只有小 B 跟他关系比较好，被他说服，于是2个人就说好一起离职。结果反转来了，2个人都有被个别面谈更未留。小 B 以为小 A 会选择离职，所以他坚定的拒绝了，但小 A 却选择留下来了。所以原本说好一起离职，却只有小 B 被离职而已。这个案例就很清楚，别人给的建议，他不需要对他的建议负责。如果你自己缺乏主见的话，到时候被卖了都不知道。另外顺便说一下，真正会给建议的人，通常不会直接跟你说该怎么做，而是会帮你分析状况，跟你讲每个方向的优缺点，把选择权交给你。甚至你根本不该去问朋友或是家人，除非他在这个领域有经验。你应该问的对象是前辈、主管，甚至是老板。这些人在相同的领域内，他有足够的经验，也踩过坑，才能给出相对有用的建议。那接下来第2句，我觉得做这行没前途，这一点我只能说，基本上只要拿这个当离职借口的人，在我实际遇到案例中，100%工作能力都不怎么样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做这行没有前途的话，为什么有人在相同环境和资源条件下，绩效表现越来越好，当然待遇跟职位也越来越高？那我就以我一个实际案例来讲，案例是在某公司担任直播主的工作者，化名叫小 A 好了。小 A 的公司从客观的角度来讲，公司提供的待遇跟资源已经是同行内相同工作内容下前10%到20%左右的等级，然后每个月工作的最低直播时数要求是同行的50%而已。同时公司也有后勤跟活动资源的保障，整体条件来讲，在相同产业内已经是前段班的等级了。但是呢，小 A 只愿意做最低限度的工作内容，跟只挑自己想做的内容来做，基本上工作就是照表操课。
很多时候要公司一件事一件事的去指示才会考虑去做，但是遇到不想做或是不好做的事情，要么摆烂，要么就抱怨，甚至有一些比较好的曝光机会或活动都不想做。简单来讲，就只是想要领最低的薪资，所以公司投入相同的资源，产出的结果就只有同行的30%到50%左右而已。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公司还是有持续的投入资源、办活动、下广告等等，去慢慢打出了知名度。但是呢，等到打出知名度，渐渐又再把亏损再往回拉的时候，小 A 就反过来出现大头症的状况。他觉得公司现在好像有赚钱了，那他在公司也待了好几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自己是公司的元老，觉得公司的知名度都是因为他才打出来的，理论上他应该要拿更多的钱。但实际上去看数据、投入产出比、直播时数等，小 A 的绩效都是远低于同行表现的，甚至这些知名度其实是公司投入大量的资源换来的，并非小 A 个人的产出所得。但是后面公司拿出数据来跟小 A 讨论的时候，小 A 是直接不管数据内容看绩效，把这些绩效不好的原因全部甩给外部的因素，比如公司没有下广告，没有提供曝光机会跟活动机会，没有提供资源等，甚至觉得是平台演算法的问题。但是这些东西都是有数据跟记录可以查看的，公司也都有提供，是小 A 自己当下选择不做或是敷衍了事导致的，但他自己并不认为这是他的问题。所以在数次改善会议上沟通无效后，小 A 就不爽的直接在会议上说他不做了，甚至一样还呛说做这行又没前途，我去服务业打工都比这个赚。那到这边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就好聚好散而已。当然故事是有后续的，结果不到1个月，小 A 就换个名字回去做直播主的老本行了。不是说做这行没前途吗？是找不到工作吗？还是服务业不好赚呢？这些只有他自己知道而已。那上述的这个只是我遇到的其中一个案例而已，但同样会讲出做这行没有前途这句话的人，其实他背后的逻辑很简单，就是把问题归咎在环境、公司、其他人，好显得自己本身没有问题。如果你从这句话的逻辑去反推的话，做这行没有前途，那做什么有前途？你觉得做其他行有前途，你为什么不去做？有些人可能会拿我在这间公司没有拿得出手的履历或经历啊，或是我在这边又没有学到东西，导致我很难找到下份工作之类的当做借口，这些全部都是 bullshit。你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和精力，你为什么没有花时间去累积跟学习？你下班时间都用来做什么？你有去学点新的东西来累积能力吗？那可能有些人又会说我下班又没有时间啊，也可以。那反过来，你可以在工作上做出成绩，累积作品跟履历，可以不利用下班的时间。那如果你上班不想努力，下班不想学习，没有去做能力的累积，那你凭什么觉得你每天做一样的事情，你可以获得更高的成果？那回到做不到的部分，为什么会做不到？其实通常就2个原因而已，要么懒，要么懒，没有其他原因了。所以其实从这个逻辑去回推，最终的结果其实还是回到个人身上。上述讲的这些其实都是借口。好了，讲那么多，那我们来整理一下什么是打工思维。我根据自身的经验总结出几个特点。第一个，总是被动接受指令，不会主动思考，也不会主动多做或是改变什么。第二个，总是想要做最少最简单的工作，却想要拿更多更大的报酬。第三个，习惯性的听周围人的建议，但却听不进真正有价值的意见，就是所谓的忠言逆耳。第四点，遇到问题习惯把责任归咎在外在的人事物身上，因为这样子最简单。以上4点，但凡投稿者有意识到其中一点并做出改善的话，我想这3年绝对不会得出心中这样的结论。如果不能改善这样的想法，基本上你到下个职场也是会遇到一样的问题，一样会卡住，一样会有做这行没有前途的想法出现。那如果我是以公司的思维去思考这件事情的话，我会怎么做？首先，思考上要先转换一下，我会把自己想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。我今天工作或是学习的东西，不是单纯为了工作，而是为了让我可以产出更多的成果。这些成果就能变成我的履历，最后都会转换成报酬。接着第一步，我会先了解相同直接的工作者，包含同事或同行内的其他工作，他的工作内容看薪资水准到哪里，试着找出一个中间等级的标准，并且努力超过这个标准。如果达不到标准的话，就花时间学习。那这通常不会是一个很快就可以达成的事情，它需要一定时间的累积。那在这段时间内，就是好好累积自身的能力、履历和作品集等。第二步，把第一点的工作内容、成果以量化、数据化的形式记录下来，方便日后备查。而且最好这些记录都是公开可以查询的，比如成果手册、新闻媒体、网页、影片等，这些都是可以让数据更漂亮的记录形式。
第3步，如果你发现你的薪资开始跟不上实际贡献产出时，就可以拿着第2点的数据去跟主管或是老板讨论薪水。但这边要特别注意，不是讨论就一定会加薪。如果没有谈成功，你也有第1点的能力跟第2点的履历，可以跳槽去其他间公司换取更高的报酬，而不是困死在同一间公司，祈求公司给你更多的薪水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针对这个信件做的分析和案例分享，并且提出我认为比较优的解法。虽然讲得很简单，只要跳脱出打工思维而已，但其实就我所知，绝大多数人都很难做到这一点。如果你能做到，就表示其实你已经开始转变了。那么本次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或是你有不一样的看法，也可以提出来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。